红楼梦》当中的好了歌，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句就是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这句诗写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世人都知道做神仙很好，也都很想过神仙那种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所有的凡夫俗子却又很难抛弃人世间的功名诱惑。这里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你想要做神仙，就必须要舍弃人世间的功名，包括财富和一切荣华富贵，还有七情六欲，否则你就当不了神，成不了仙。说到这里，不管是做神还是做仙，大家可能觉得反正都是当神仙，其实神和仙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区别还挺大。那么神和仙到底有啥区别？谁更厉害呢？《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是中国古代经典的两大神魔小说，普通人对神仙的了解大部分源自这种神话故事，当然还有一些民间传说，比如八仙过海之类。通常大家都认为神和仙是一回事，因为我们习惯把神和仙连起来说，比如快活似神仙。大多数人认为神仙代表的就只是某一种超凡的存在而已。事实上，神仙的这个词囊括了两种超凡存在，因为神是神，仙是仙，就好比同样都是鱼，但海里的鱼跟河里的鱼其实并不相同。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所以咱们接下来就从这两个汉字的构造来分析神和仙具体有哪些区别。为什么要从神和仙这两个字的写法来进行分析呢？这主要是因为汉字包含了太多的文化和智慧。比如咱们先看这个神字的写法，由是旁加一个身字组成。神字最早出现在西周的经文当中，当时的写法是这样，是旁，看上去像是一个由三条腿支撑起来的祭台，右边一个人正对着祭台虔诚的跪拜。这个人在祭祀什么呢？当然就是在祭祀神灵。大自然所有超凡的力量和现象，在远古时期都被人类当作神来看待。《礼记》中解释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由此可见，古人心目中最早的神就是先天存在于自然世界里的神，他们掌控风雷闪电，拥有人力不可阻挡的神奇力量。然后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又有了《封神演义》这样的现象，神也开始可以被封、被授予。普通人因为自身的功绩和贡献，也可以被上天授予神职。比如关公是财神，他的这个神不能和天神相比，而只是一种神职，也就是一种职务而已。因此严格上来说，真正的神就是天神、雷神、雨神、河神之类的先天之神，像关公这种后来被封的神，就只能算次一等的神。神字的古体看上去很像一个人虔诚地跪拜在祭台前，所以神是让人类敬畏和祭拜的超凡存在。神仙的仙字古时候写作仙，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座山，意思就是人在山上修炼，然后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由此可见，所谓的仙其实都是人变的。比如八仙过海中的吕洞宾、张国老等人，原本都只是普通人而已，他们通过修行悟道，或者通过行善积德，最终获得了化身为仙、脱离凡尘的机会。从人到仙的这样一个晋升空间，几千年以来为无数身处苦难中的凡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因为成仙之后可以摆脱人世凡尘的种种苦难，同时还能获得救济众生的法力。但是仙毕竟是仙，并不能与神相提并论。比如八仙过海绝对不可以说成八神过海，因为仙是低于神的存在，神不但有道行和法力，还代表着权力。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君权神授，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说君权先授的皇帝，所以皇帝自称天子，他的权力必须是神授才算是正统，才算合法。结合以上来看，在神话传说当中，真正的神是先于人存在的超凡力量，而且神的手上有权力，这个权力还可以授予人。那么仙则是人的进阶版本，仙可以有法力神通，甚至战斗力还可以强过于被封的那种神。比如杨戬是二郎神，却不一定能打得过自己的师父玉鼎真人。早在道教诞生之前，我国就有对于神仙的记载了。
庄子逍遥游云：渺孤舍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人不吃凡间的五谷，只西风饮露，并且还能腾云驾雾，御龙飞天。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有关于神人的记载，有神10人，名曰女娲之长，化为神，处力广之野，横道而处。那么神与仙该如何区别呢？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神分为2种，一种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等自然之神，如雷神、水神、火神等；一种是无形无相的道的化身而来的人格神，如道教的3位至尊之神三清，即道经所讲的一气化三清。仙则是凡人经过修行及悟道，从而达到长生不死的人。单从仙字可理解为人和山，即为仙。根据《说文解字》记载，仙，长生仙去，从人从山。是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志自人旁作山也。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仙是由人而来的。对于神与仙还有一种区别，就是神一般是司职的，每位神在道教的神仙体系里都有不同的司职。像雷部的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作为雷部的最高神，不但统御整个雷部的神灵，还主天之灾福，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道教的主神之一太乙救苦天尊寻声复感，化身3界救苦救难。仅次于三清的玉皇大帝更是统御10方3界、4生6道。而仙与神不同，仙一般没有官职，非常逍遥自在。自古人们都渴望飞升成仙，在仙境过着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仗剑红尘已是巅，有酒平步上青天。游星系斗弄日月，醉卧云端笑人间。人只有希望能成仙的，没有说成神的。既然神在道教可分为自然神和人格神，那么仙也是有很多种的。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有描述：上士举行生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退，谓之师解仙。根据修炼的不同层次，葛洪将仙分为天仙、地仙和师解仙。后来道教根据丹道修行的高低，又将仙分为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共5等仙。有人会问，神与仙谁更厉害一点呢？神与仙构成了道教的神仙体系，也是道教信仰的根本。作为道教至尊神的三清当然是至高无上的，而土地神则是诸神中地位较低的神祇。而像4大天师、8仙、8祖等这些后天仙真在神仙体系里的地位也是不低的。所以对于神与仙谁比谁厉害，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整体来说，神的地位要高于仙，而且先天之神肯定比仙要厉害。当然，无论是神是仙，他们都只存在于神话故事当中。现在神仙这个词已经成为人们表达美好的一种形容。比如说，我很幸运自己有这样一个神仙朋友，又比如说这个女孩很有仙气，都让神仙这个词慢慢从过去的迷信转化成了这个时代美好生活的寓意。